其實到後來，就我剛才講，馬英九不是忘了嗎？忘了很多的事情了以後呢，其實蕭奕塵就刻意有一點點說是保護也好啦，把隔離也好啦。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說，以前只要在兩岸，馬英九基金會去兩岸，馬英九都是帶隊的哦，他都是帶頭的哦。你有沒有注意到說，馬英九在台灣其實你知道嗎？沒有多少人會跟他打招呼，可是他到了中國去是前呼後擁，那個鞍前馬後，每個都是馬總統你好帥哦。他有說我怎麼辦？我這麼帥我也沒辦法。台灣會有人這樣禮貌？不會，他只有在中國可以得到那樣的榮寵，可以得到那樣的歡迎什麼的，他當然去，好像沒有了。你發現最後幾次都沒去了，哦，沒有去，是不是跟蕭奕塵講他忘了這個東西？我不知道啊，我是不是忘？可是重點就來了，蕭奕塵你自己去了，你有沒有跟馬英九報告？你沒有跟馬英九報告的時候，你有沒有見台商？你見了台商了以後呢，有沒有募款？你募款，不管這個募款有沒有到你的口袋裡面，你只要募了款，你只要見了人，你只要說了不該說的話，你只要回來沒有跟馬英九報告，你只要把這個東西全部交給鄭麗文，那你對於馬英九來講，那都是背叛。背叛，當然是叛徒嘛，那就是背叛，背叛嘛。要回到當時，我記得我的好朋友邱富生跟我講過，他說：“你看那個連戰啊，只要回到台灣來哈，都看起來是精神萎靡啊。一到大陸哦，哇，神采飛揚啊，一天到晚就喜歡跑大陸，然後回台灣呢，一定是坐最後一班晚班機，因為怕記者，你知道嗎？我想媽，這錦衣夜行啊，這是邱富生跟我講的，因為我沒有跟他們去嘛啊。我說所以退休的中國國民黨的官員最喜歡去大陸。”連戰去大陸有前導車有保鏢哇，那個大車就呼拉風的不得了，所以我看起來其實馬英九的畫面比較少。對，馬英九應該很小心，因為馬英九是個小心謹慎、低調的人。對，那連戰是很誇張，而連戰每次跟那些領導見面的時候，你注意旁邊有帶誰？企業家對，每次都有企業家，所以連戰的財務的問題就是不缺啊。因為包括你看，我們這些知名企業家，我們的好朋友都在擠在旁邊，大家看。而且我覺得那個握手要算秒，跟習近平握手握幾秒鐘。然後呢，如果有大的事，那是不是習近平？是胡錦濤。胡錦濤說，如果有事情的話，那就可以当場連戰哈。我聽他們講規矩哦，連戰會寫個小紙條，你知道嗎？把那個紙條當面交給胡錦濤的話，例如有明碼標價的，你知道吧？以前是很惡搞的馬英九的風氣非常好。對，馬英九你也知道，他這方面我也認識他，你也認識他嘛。他是一個這方面規矩人啊。是。那自我克制能力非常好。我覺得這個馬英九定下來的規矩被污染了。對。這才是核心問題。如果一涉及到金錢，涉及到權錢的交易。你看起來是台商講的是被污染的情況之下，馬英九知道，如果被污染的話，他想要去交往達成的那個歷史的高度，或是政治的影響力，或是對兩岸的一個所謂的可能他想追求的一個和平的一個大方向，會受到很嚴重的這個戕害。是，那這種情況之下的。怎麼可能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認為不是很簡單的一個什麼蕭旭岑叛變的問題，而是整個的結構他們在破壞。這個鄭麗文犯了天大的錯誤。好，那吳董，你有很多政治上的名言。第一個，不要跟倒霉鬼做朋友；第二個，你要小心那個又笨又勤快的。現在鄭麗文是倒霉鬼嗎？然後呢？而且更確定的是，你那天不是講他自己沒事找事做？其實我覺得中間他有很多止血點。他不但沒有把這個止血，他還把這個掀鍋，不但掀鍋還做大，還放火。我覺得最妙的是那天我們都知道，這個背後是金溥聰嘛。可是金溥聰，他在江湖上面金小刀不是浪得虛名，比我還狠。那不是他只要黏上你，他跟你沒完沒了，你知道你很煩，不管你贏或輸，你總是很煩嘛。當然是能躲就躲，能閃就閃，不要跟他有糾葛嘛。你去罵人家是吧？賤人是吧？還講什麼是吧？所以我一聽我就知道完蛋了。賊人啊，賊人，這個名詞我一直研究半天，不知道從哪裡來。我不知道怎麼來，就不是台灣的語詞啊。你的問題在這嘛？你今天去打人家賊人，人家跟你拼嘛？金溥聰何許人也？他不會放過你。很奇怪的罵人方式。好，我的重點在這裡。其實你現在看到鄭麗文，他妙是妙在哪裡？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呢，我們一般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是我成不了別人的事，但我會敗別人的事，我可以敗別人的事。他的妙是妙在哪裡？我成不了我自己的事，那我有把我自己的事情也給敗掉了。不，他是無知的，他敗事，他是根本對自己的認知不足了。比如說這個賊人這兩個字，我先講這個賊人好不好？因為這個事情啊，我想半天，我去研究半天。
你也知道，在台灣哈，我是罵人，我是專家，你知道嗎？專家，我是罵人，被告常被告嘛，對不對？我罵人家俗辣啦、王八蛋啦，然後幹叉娘啊，對不對？我都幹了罵了很多東西啊，什麼那個賊人，這其實這很拗口，很拗口。後來人家跟我講說，哎呀，是。北京是大陸的宮鬥劇裡面有哦，原來他媽的看宮鬥劇，看《甄嬛傳》裡面的台詞。對呀，台詞啊，他看宮鬥劇哪有這個賊人？他媽他以為他是慈禧太後，你知道吧？所以你要搞清楚啊，他已經膨脹到變慈禧太後，你知道？然後搞吧，當然你講的是他這個整個意識裡面哈，他從年輕開始就是這樣哦。其實他過去我有看，我在年輕的時候，我們那時候我們有一次演講。我陪張俊宏，然後他在前面，他是小咖墊檔，墊檔完的時候講，等下我們看到大咖來，他就應該要讓嘛，對不對？那民進黨規矩你很清楚，時間到了，我們後面沒有時間到，我說時間到畫圈圈的，就畫圈圈，然後就叫他下台啊，對啊，哎，剛剛短睡下，我跟張俊宏坐在裡面嘛，哎，老大坐在那邊等半個小時啊，你都不理你，我跟你講，一剛要給送哎，你講他根本目中無人。他就是個目中無人的一個很無知的笨蛋咖，你知道吧？然後他從來不知天高地厚，他不知道金小刀的厲害，你知道吧？哎，金小刀，我講坦白了，我都要敬他3分啊。金小刀做人情給我啊，他會做，他也會夠意思啊，他也會跟你站啊，他會合戰，他都會做啊，他是有能力的一個人嘛。國民黨講難聽點，那麼10幾年看下來，就是金小刀是咖嘛。別人不是咖，哎，我金小刀你鬥得過他嗎？哎，他掌握的國安會的秘書長，那個整個的國安情報，那整個國家運作的機制，他懂得太多太多了。他現在的力量跟人脈還在。如果你剛剛講的是對的，他如果是走親美路線的話，那你就馬上就摧枯拉朽了，一下就把你幹掉了。後面事情發生的話，他很簡單啊，那他很狠哦。啊，如果真的你今天你國民黨黨主席有因案涉身的話，我問你，你這個2026怎麼選？一定要把他們，所以我覺得這裡面不簡單在哪裡，你知道吧？你不要看到哈，盧媽到了美國去，剛才蔣萬安在講一些雲淡風輕的話，大家就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啊，鄭麗文不拿下來的話，國民黨要垮啊。哦，所以這個鬥爭的範圍哈很難講。我講個最簡單的事情嘛，你川普怎麼處理？我現在問你。對，川普現在全是所有美國學者只有2個定義啊，一個上街頭，一個把他選舉幹下來，沒播，杜了這塊臉沒播，沒有方法處理他，只有把他幹下來。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鬥爭的範圍的目標極有可能是要把鄭麗文幹下來，當最後的一個 final 的一個目標，沒有辦法解決問題。你昨天講說他現在令不出中央黨部，現在搞不好已經不是令不出中央黨部，是根本要把你扯下來，跑法院，就讓你跑法院嘛，因為我有很多人問我一句話，如果2026哈鄭麗文如果選輸的話，會不會下台？我說2028選輸都不會下台，2026鄭麗文，哎，他這輩子翻身的嘛，他突然間一個土包子翻身當了黨主席，他怎麼會下台呢？你把他吐口水，他也不會下來。扒那個位置，我就幹到底，老娘幹到底。他一輩子啊，青史留名，他怎麼可能下台呢？你們看到他，所以鄭麗文是打死不會下台的。他現在是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對，他一定跟你搞到底嘛。所以小金也在觀察這個情況。我認為國民黨的鬥爭啊，在耍陰的部分啊，不會輸給民進黨啊，尤其涉及到兩岸時候的處理。我要講簡單一點啊。他這種搞法的話，就是鄭麗文兩岸行不通了嘛。鄭麗文兩岸砸鍋的情況之下，那他這個黨主席他幹的還有意義嗎？沒有了。然後馬上陷入另外一個危機了。如果他兩岸部分被封殺的話，國民黨的財務危機馬上放台面，因為薪水發不出來。對，這很現實啊。誰出現？因為這些幫他募款的人，他最大的一個樁腳幫他籌款的人叫做李全龍嘛。李全龍一天到晚就在跑江蘇，到處去跟唐山喝酒吃飯的，過去一直做這種事情啊。李全龍的人脈，李全龍現在主要的財務的支持者是李全龍哪來的錢啊？對，我知道他有到處啊，新竹他也去募款啊，到處都是募款了。李全龍是一個募款大將嘛，他一天到晚都想要幫人家募款了哈。那現在有些國民黨的縣市長候選人怕他怕死了，哎呦你賣來哦，因為他募款，聽說募了一半了，他是稅捐處啊。他會有稅捐處，哎呀，他有抽稅金的習慣嘛？他有稅金，但是這個當然這個是為黨好，我也不知道。但這個事情的結果，我告訴你，
斷線。對，當國民黨被斷奶了之後的國民黨，哇，國民黨維持不下去。哦，選舉你怎麼選嘛？你告訴我嘛，根本維持不下去，整個崩盤。所以他真的是這個時候賴清德的貴人。真的是賴清，我說鄭麗文是賴清德貴人。不過這是劉寶傑的名言，對不對？就是鄭麗文是賴清德的貴人，這句話被你一語中的。你知道在看台灣的政治，你知道嗎？你已經不是看我誰喜歡誰了，其實要看誰討厭誰。今天我出來投票的動力不是因為我喜歡你，而是我太討厭你的對手了。這種選舉的模式，大概從馬英九等於說阿的扁的2004年的開始。就已經是說我擔心對方當選，你就會刺激我自己的人去出來說，你不能讓對方當選。很明顯的例子啊，就是韓國瑜跟蔡英文選舉那一次啊。你說蔡英文拿了817票非常得意，可是那817票真的支持蔡英文嗎？很多根本就是怕韓國瑜當選嘛。對。看到了香港的情勢嘛，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怕中國的手進來嘛，那是一個氛圍嘛。那今天鄭麗文所行說的就剛好是讓民進黨的支持者，我有一個動力出來哦。我今天虽然我對賴清德有很多意見，我對你的核能有很多意見，我對什麼有意見，不過都不重要了。在國家的大帽子下，在中共大帽子下，他們都會集結，他就會過來。我真的覺得他幫了。不過等一下我還在講另外一個東西。你今天講的關鍵就是，川普我今天不能不談，因為川普對我們的國家太重要了。今天波灣戰爭對我們來講太重要了。然後今天的川習會對我們來講，就是說現在政習會不會有了啦。政習會我覺得不會有了，而且好，我再強調一遍，現在我再強調，跟中共談妥了，國民黨下令未來禁用政習會3個字，改用這個政習會變成附錄交流，這個不是國民黨下令，這是中國共產黨下令，告訴你不要用政習會，因為你不配用政習會。鄭麗文的名字不可以跟習近平2個放在一起，不可以並肩而行，不可以等同視之。這個是狠狠的打了鄭麗文的一巴掌，讓你完全就是說，我完全否定掉你的政治地位。但一個關鍵，川習會現在在打嘛，因為這個波灣戰爭的關係，因為這個所謂的這個荷姆斯海峽的關係，伊朗戰爭的關係，所以呢，川習會怎麼樣？你說，你現在聞到一個味道了，川習會有眉目了，有一點瘋了。那正因為這個眉目這個風，代表現在的這個伊朗的戰情是在收尾了。G2 2個老大，川普跟習近平終究是要見面的。我今天聽到了哈，大家網友也可以去查一下哈，在4月24號左右，北京有好幾個大型的。這個所負責接待的國際的觀光酒店，已經客滿哦，停止接單了就是住宿接單全部停止了。大概24號到月底這中間，它幾天，現在你上網去查，幾個大的就已經停止了。當然你就知道那個川普若去的話，他本人一定是住釣魚台嘛，對不對？那可是他的幕僚整個團隊，我不知道怎麼安排了。也有美國國務院他們要住在他們的外面的商業酒店，因為他們要这個安管的、控管的等等啊，我不知道，但是有這個味道出來了，突然間有這個消息，從昨天我看到網絡上有這個現象，好，那這個表示什麼呢？就再加上昨天川普的說法，對，我給你5天的時間休息，知道吧？然後我有談判的開始，他這個5天跟談判的意義已經出現了。然後再看到我昨天跟你在我們在節目裡面討論，就以色列轟炸的方式已經在轟炸聖城旅了。對，所以換言之他這革命衛隊在萎縮當中了。所以換言再講簡單一點，我認為就是中東的這些有錢的凱子國家已經出來救他們自己的資產，然後開始是收買伊朗的當權派，然後大家來撮合這個。因為川普搞事情就搞一件事情，就搞錢。他解決問題也是用錢來解決，他去跟人家搞，他跟人家要東西也是要錢，所以川普這個事情，我認為大概伊朗差不多快結束了，所以因此北京也在等着這個最後的這個所謂的中美談判的開始啊。那中美談判如果開始的話，那現在就麻煩在哪裡呢？如果他今天得到一個所謂的非常漂亮的勝利的成果的話，甚至於可以影響到整個世界局勢的話，那台灣比較安全。台灣不會變成菜單，你知道吧？台灣會變成關係跟在旁邊，至少可以插話小弟啊。如果說今天反過來
哦，川普還要求習近平的話，那台灣會變菜單。這個很危險的。菜單當然不是一個實質上結構上的傷害，而只是因為川普在法律上已經被設限了哈，他只是在一些所有的，比如說很簡單嘛，現在已經受影響啦。2月份本來要通過的軍售啊，對，現在就拖啊，就拖到川習會之後啊，我們大概不能判斷5月份嘛，對不對？所以那這個東西就是對台灣有不利的影響的可能性啊。那這不利的影響的可能性的話，那你再看這2天嘛，這2天我們的軍購預算怎麼處理嘛？對，軍購預算，軍購預算的概念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台灣要不要通過軍購預算嘛？如果這個整個連串的反應的話，在整個聯誼效應呢，哈，會影響到國內的軍購特別預算，這個8100億或1.25兆，那立法院怎麼處理？其實這個節拍哈是暗合川習會，對，知道到川習會後馬上通過，還是川習會前通過預算，對，等着你來買，那就是川普的力量的強弱。如果川普今天以這種勝利者之姿出現的話，對，媽的，台灣就給你通過個預算給你看，吼你拍垮，就是象徵了鄭麗文的再一次的失敗。所以說現在要審的這個軍購的預算，基本上也跟這個川習會也是一個大決戰。當然是啊，而且你講說這個不可能不過啊，這個不，所以我們不知道嘛。你要看到川普在伊朗的勝利的那個呼籲。是有實質的內涵，還是形式的勝利？不知道。但是你看到中美談判，如果川普是以勝利之姿出現的話，因為這裡面還有一個關鍵角色，光是靠這個中東國家去幫川普調停，你認為就會成功嗎？當然不會。所以我認為中共會介入。你覺得中共會介入？中國當然會介入啊！中國在中東的利益，在所謂的這些遜尼派的國家裡面，遜尼派的國家裡面，這些沙烏地阿拉伯、卡塔這些利益很大很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東的利益，就是所謂這些其他這些王族國家裡面的利益，遠大於在伊朗利益啊。他答應伊朗投資的要答應4400億的美金的投資，結果聽說投資的連30幾億而已。大家都是騙，共產黨也是騙子啊！共產黨騙人也第一名的啊！共產黨根本在大陸沒有打仗就把江山騙走了，對不對？就是所以共產黨從來不打仗，打嘴炮就贏了嘛。所以伊朗也是他的盤中餐嘛，也是他菜單上的 menu 嘛。所以這個談判。如果中共有介入，我認為一定介入。因為中共如果把很多什麼雷達的零件啊、IC 啊這些不給你的話，那你怎麼玩？所以中共如果有幫川普這個忙的話，那對台灣來講的話，川普也會回他一個 favor。所以我們要看最後他們談判的時候，台灣2個字會不會出現？如果台灣2個字出現，美國不理他，那是一種方法。如果台灣有出現，美國川普會有一個說法出來的話，我們最擔心的一個說法就是說，美国不支持台灣獨立。這句話如果在兩個在談話中出現的話，對台灣是一個最壞的結果。那當然，台灣這樣的一個小國家，你現在國際爭論裡面，你一定要把國際現實搞清楚。你要搞清楚人家現在在大國玩什麼，你的那個中間台灣該有的定位到底是什麼？那現在我們之前講過，你今天不管是打委內瑞拉，你今天打伊朗，你就搞古巴，你今天搞了很多東西，基本上你都是要去對付中國。那我就是面對中國，這是整個美國右派的一個大戰略，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在這個大戰略裡面，剛剛講到現在這個台灣，你就必須要去表態了，你就是中間的最核心的這個價值啊，這個在你2025的這個國家安全戰略計劃裡面。這個寶傑講到一個概念了哈，其實我們都已經看到全局了哈。那你認為賴清德沒有看到嗎？看到了，當然看到嘛。賴清德還在搞抗中保台，對不對？對。好，我告訴你，這裡面有個溝通的概念。今天美國跟北京當局，就華府跟北京當局，他們都對賴要維持現狀，對不对？所以賴清德一天到晚在搞抗中保台的時候呢，你發現它有一個界限，它叫做內政化的抗中保台，它沒有到了兩岸化的抗中保台。對，所以抗中保台玩假的幫助選舉而已。所以賴清德有不斷的表態，我沒有要去踩兩岸紅線。對，你看他玩就是玩假的，他玩一個李貞秀啊，你這把它炒得滿天都是新聞啊，那北京關不關心？
不關心嗎？當然不 care， 你說關我鳥事，你領導的代誌。所以你在台灣內部搞台獨、搞抗中保台，我不理你，讓你玩，讓你玩。國內化、區域化，你就國內化，对區域化，然後你島內化，或者他們島內化，對，那這樣這個事情他不會碰。所以其實在這個範圍內哈，其實他們對民進黨的這種人這個耐受度啊，到一個範圍，到一個範圍啊，就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啊。民進黨本身，你看，我講個開玩笑嘛哈，第一號台獨通緝人物這個王定宇，那就搞他媽的這種小三，這個一點不像個建國的樣子嘛。阿拉伯搞台獨是怎麼搞的？蓋達組織怎麼搞獨立的？汽車炸彈吶，跟你幹吶，跟你拼命吶。我們這邊在搞小三嘛。不會有事情，只要你在這邊90肉林的建國者，永遠不會建國的，這是目前民進黨的現象。好，我們要講的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曼呢，他曾經說他跟他女兒有一個對話，他說呢，他小時候如果你吃飯吃得慢一點，那你的爸媽會跟你怎麼講？哎，你好好吃飯吧。你家中國的小孩子呢都沒有飯吃，用這個說，哎，你要沒有飯吃，你有口飯吃，你好好吃。他說：“現在他跟他女兒怎麼說呢？他跟他女兒說，他在吃飯，說你好好吃飯，你趕快把飯吃掉。你不把飯吃掉，中國人要把你的飯碗給搶走了。所以呢，現在中美的對抗，它是一個全面的價值的、國力的戰爭的東西。所以在中美大對抗，其實我們剛剛講，不管你講鄭麗文了，你講馬英九了，你講蕭旭岑吶，其實我們都圍繞在這裡面。你要看清楚這樣的國際大事，而看清楚國際大事裡面，我們就要不定期的請子佳來教我們到我們的節目裡面。”我們要搞清楚方向，搞清楚風向，你才可以在這個亂世裡面安身立命。謝謝吳導，好，謝謝寶傑，謝謝大家，謝謝各位網友今天的收看，謝謝，謝謝。電視看不到的獨家內容，鎖定 YT 寶傑怎麼說？每週3、4晚間6點獨家上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加入會員，按下超級感謝，聽聽寶傑怎麼說。